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睡足了8个小时，醒来却依然疲惫不堪。那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一种无形的、沉重的负担感，仿佛灵魂被看不见的枷锁所禁锢。你努力阅读、学习、成长，参加各种疗愈课程，满怀期待地以为自己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却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跌倒。你遇到的人，尽管换了面孔，却带着同样熟悉的伤害模式。你犯下的错，尽管换了场景，却触发了同样深刻的自我怀疑。这一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上演，仿佛一部无法暂停的由你亲自主演的悲剧。这并非命运的残酷玩笑，也不是你不够努力的证明，这正是荣格所描述的业力循环，那些深藏在我们无意识海洋中的家族记忆、世代相传的情感模式，以及那些从未被正视和抚慰的创伤，如同隐形的引力场，牢牢地将我们牵引在熟悉的人生轨道上，让我们在原地打转，无法挣脱。但当你真正开始疗愈，这些锁链会逐渐松动。其实每个人在灵魂进化的过程当中，都在有意无意地清理着自己的业力，结束某种能量的循环。今年随着更多新能量进入地球，也会加速这个过程的发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业力债务清除的5个迹象，看看你是否已经走在重获自由的路上。当我们谈及业力，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审判体系，仿佛有一位无所不知的宇宙法官在为我们的生命打分。然而，从荣格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业力并非一种外在的惩罚或奖赏，它更像是一种未被看见的记忆，一种未完成的功课。想象你的整个心智是一座漂浮在海洋中的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我们能意识到的部分，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代表着我们的显意识、我们的逻辑、理性和日常思维。而水面之下，那占据了90%以上体积的庞大山体，则是我们广阔无垠的无意识世界，那才是真正主宰我们命运的隐形船长。这片深邃的水域里，储存着你童年时期未被满足的深切渴望，比如对父母无条件关爱的期盼，储存着你的家族世代相传，如同基因一般刻印在能量场中的情感模式，比如母亲难以名状的焦虑，父亲无法言说的压抑，祖辈在战乱或饥荒中经历的创伤与恐惧，甚至还储存着更宏大的属于我们整个民族或集体文化中那些未被充分疗愈的集体阴影。这些深层的业力印记，它们从不曾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凭空消失，相反，它们会极具创造力地通过你的人生选择，你吸引来的亲密关系，你反复体验的强烈情绪，来不断地重现当场，直到你最终愿意停下来，真正地看见它们，理解它们，并温柔地接纳它们。
荣格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直到你让无意识变得有意识，它将主导你的生活，而你会称之为命运。这句话精准地揭示了疗愈的本质。所谓清除业力，其实就是把水下的冰山慢慢打捞上岸，让觉知的光芒照进那些黑暗的角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业力债务开始清除的第一个迹象。你不再陷入情感复印机模式。你是否有过这样匪夷所思的经历？每一次投入恋爱，遇到的伴侣虽然姓名、职业各不相同，但内在的核心模式却惊人的相似。或许他们都同样的情绪不稳定，或许都同样的需要你无尽的拯救，或许都同样的无法给予你真正的情感回应。你明明在上一段关系中已经伤痕累累，并发誓再也不要重蹈覆辙，但下一次你依然像被磁铁吸引一般，身不由己地靠近那个熟悉而危险的坑。或者在职场上，你总是遇到同一款的奇葩同事或上司，与他们之间重复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冲突剧本，让你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业力最常见的运作方式，心理学称之为强迫性重复。我们无意识中的情感模式，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复印机，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精准地复印出我们内在最熟悉的剧情。这并非我们愚蠢或有自毁倾向，恰恰相反，这是我们内在的疗愈本能在努力工作。潜意识通过重现童年的创伤场景，是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够以一个成年人的力量去获得一个不同的被疗愈的结局。然而在未被觉察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只会用童年时习得的应对方式去反应，从而再次复制了创伤。真正的改变不是靠强大的意志力去硬扛，去告诉自己我下次一定不要再这样了，那往往是徒劳的。真正的改变发生在你内在的情感操作系统被彻底升级之后，就像给你的智能手机更新了系统版本，那些旧有的导致程序崩溃的 bug 被自动修复了。你会突然发现，面对那个曾经轻易就能点燃你怒火、让你抓狂的人，你的内心不再轻易掀起波澜。这不是因为你变得麻木或冷漠，而是一种发自肺腑的通透的平静。当你再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坑时，你的身体会先于你的大脑发出警报，那可能是一种胃部突然的收紧，一阵没来由的心悸，或是一种瞬间的能量流失感。你的身体智慧会提醒你，这里不安全，不适合你。你不再需要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苦口婆心的劝说，你会非常自然的、毫不费力地选择绕道而行。这不再是出于对受伤的恐惧，而是一种深刻的内在认知。那个曾经需要通过重复痛苦来确认自身存在，来证明我值得被爱，或我必须拯救别人的那个旧版本的你，已经不存在了。我想起我的来访者小花的故事，她曾是一个典型的圣母型人格。她交往过的历任男友，无一例外都是需要被她拯救的类型：酗酒的艺术家、
欠下巨额债务的创业者，情绪失控的忧郁诗人，在每一段关系里，他都燃烧自己，照亮对方，以为这就是最伟大的爱。然而，在一次深入的疗愈中，他看见了自己行为背后那个隐藏的动力。他在无意识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童年时期那个小女孩的模式，试图通过乖巧、懂事、付出来拯救那个常年被焦虑和抑郁所困扰的母亲。当他开始为那个内在的小女孩疗伤后，奇妙的转变发生了。有一次，他在朋友介绍的相亲中遇到了一位不停诉说自己童年多么悲惨，事业多么不顺的男士。放在以前，小花的拯救者程序会立刻启动，内心充满怜悯和保护欲。但那一天，在听着对方滔滔不绝的抱怨时，他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无可名状的疲惫。那不是对对方的讨厌或评判，而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清晰无比的了知。这不是我的功课，这不是我的责任。他微笑着，礼貌地结束了对话，转身离开。他说，那一刻，内心没有丝毫的愧疚或不安，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宛如卸下千斤重担的轻松。这就是业力开始清除的第一个强有信号。你拿回了创造自己情感体验的主动权，不再需要通过重复痛苦的剧情来定义自己，而是真正开始为自己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选择负起责任。当你从这种强迫性的情感重复中解脱出来，第二个迹象便会随之而来，而且会深刻地改变你生命的底色。你的内心有了一根定海神针，那种不依赖于外在环境的深度平静。在过去，你是否常常觉得自己的情绪遥控器被牢牢地攥在别人手里？老板投来的一个不满意的眼神，能让你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反复猜测自己哪里做错了。伴侣一句无心之言，能让你在深夜辗转难眠，内心上演无数的悲情戏码。朋友聚会上的一次无意冷落，就能瞬间摧毁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这是因为，当我们的业力印记尚未被看见和整合时，我们的情绪系统就像一叶漂浮在海上的浮萍，完全被外界的风浪所左右。我们的人格核心是脆弱而不稳定的，而当业力开始消散，你内在的能量场会发生质的改变。你会开始拥有一种仿佛身处台风眼中央的那种动态的、深刻的平静。这并不是说你的生活会突然变得一帆风顺、完美无瑕，世界依然会有风雨，生活依然会有挑战，但不同的是，你的内在世界里仿佛升起了一根坚实的定海神针。你成了那个经历过无数风浪、眼神坚定的老船长，即使面对外界的惊涛骇浪，你也能稳稳地掌舵，清晰地知道自己的航向。这种由内而生的平静，通常具备3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它不依赖于结果。当考试失败、项目搞砸、关系破裂时，
你当然还是会感到失落、悲伤，但你不会再觉得天塌下来了，不会再将这一次的失败定义为我这个人彻底完蛋了。你内在有一个更宏大的声音会告诉你，这只是一个体验，一个经历，它不定义我的价值。其次，它不回避痛苦。真正的平静不是压抑情绪，不是假装一切都好。你允许悲伤像河流一样流过你的身体，允许愤怒像火焰一样燃烧，但你不会被它们彻底淹没。你成为了那个情绪的观察者和容器，而不是情绪的奴隶。最后，它不寻求认可，你不再需要通过别人的赞美、认同或者社会的所谓成功标准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你开始从自己的内在，而不是他人的眼光中获得存在的坚实感。荣格认为，人的灵魂毕生追求的并非是完美无瑕，而是完整。完整意味着全然地接纳自己的光明面，那些善良、勇敢、智慧的特质，同时也勇敢地拥抱自己的阴影面，那些我们曾经极力否认、压抑、投射到别人身上的部分，比如我们的坏脾气、自私、嫉妒、软弱和恐惧。当你不再与自己的阴影为敌，不再耗费巨大的心力去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愿意承认是的，这些也是我的一部分时，就像一块散落已久的拼图终于被找回，你的内在版图变得完整，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感便会油然而生。就像我的一位来访者在疗愈后期分享的那样，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漏气的气球，需要拼命地向外抓取，用别人的喜欢、老板的肯定、物质的丰盛来填满自己，但无论填多少，内心总是空的。现在我终于敢对自己，对全世界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甚至有点糟糕的人。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我反而感觉自己像大地一样，无比的踏实和安稳了。当你的内在变得如此稳定和平静之后，第三个美妙的迹象会自然而然地显现，那是一种能量运作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从拼命争取到自然接收。请审视一下你的内心深处，是否也隐藏着类似这样的限制性信念？我必须做到100分，才值得被爱、被看见。赚钱一定是非常辛苦，需要拼命的，轻松得来的钱不踏实。我必须不断地付出、牺牲，才能维系好一段关系。好事不会平白无故地发生在我身上。这些信念本质上就是业力模式在能量层面制造的堵塞点，它们就像一根根紧紧缠绕在生命能量管道上的铁丝，即使宇宙的源头能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运或机会，如滔滔江水般涌来，也无法顺畅地流经你，滋养你的生命。业力清除的第三个迹象，就是这些无形的铁丝被一根根地解开了。你会带着一种近乎孩童般的惊喜，发现许多奇妙的变化。以前你费尽9牛2虎之力，动用所有人脉都争取不到的机会，
现在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自然而然地来到你面前。你的人际关系变得异常轻松，你不再需要刻意讨好、委曲求全，你的真诚和放松反而像磁铁一样，吸引来了一群真正同频共振、懂得欣赏你本来面目的朋友和伙伴。你对物质的执念和焦虑大大减少，但生活中却常常收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礼物，那可能是一本恰好解答了你心中困惑的书，一次陌生人善意的帮助，一个朋友慷慨的分享，甚至是一笔意料之外的收入。这背后并非是什么神秘的玄学，而是深刻的能量动力学原理。宇宙能量的本质是流动与丰盛，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当你不再耗费大量的生命能量去证明自己，去与内在的不配的感对抗时，你就停止了在河里逆流挣扎。当你放松下来，信任生命本身，你就与生命的顺流合拍了。就像在河里游泳，那些拼命挣扎、手脚乱舞的人反而更容易下沉，而那些全然放松，将身体交给水流的人，却能被水流轻柔的毫不费力地带向远方。木兰是一位创业者，过去总把爱拼才会赢挂在嘴边，每天工作16个小时，却总是遇到烂桃花，客户也总是欠款不还，无理取闹。直到他经历了一场大病，被迫休息，才开始反思，我是不是把吃苦当成了美德？康复后，他调整了工作节奏，拒绝了那些不断消耗他的客户，反而吸引了更多尊重他价值的合作伙伴。他说，以前的我像拿着渔网在沙漠里捞鱼，现在才发现自己本来就在丰饶的绿洲里。当你能够如此放松而自然地接受生命的馈赠时，便会迎来第4个，也是最为深刻和关键的一个迹象。它标志着你人生的操作系统从底层逻辑上发生了彻底的颠覆，从生存模式切换到了生命绽放模式。业力模式最狡猾也最具迷惑性的地方，是它会让我们把曾经为了活下去而发展出的生存策略误认为是终其一生的人生目标。举个例子，一个在童年时期极度缺爱的孩子，可能会在潜意识里形成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我能被所有人喜欢，我就安全了。于是在成年后，他会把赢得所有人的喜爱和认可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为此不惜耗尽心力，成为一个无法拒绝任何人的老好人。再比如，一个出身于贫困家庭、饱尝物质匮乏之苦的人，可能会把赚很多钱当作获得安全感的唯一途径，于是他的人生就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数字追逐游戏。即使已经拥有了远超生活所需的财富，内心深处那份对匮乏的恐惧依然如影随形。这些都是典型的生存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们所有行为的底层驱动力是恐惧，对不被爱的恐惧，对被抛弃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场为了逃离想象中猛兽的奔跑，
我们不敢停歇，甚至不敢问自己奔跑的方向是否正确。而当业力的枷锁脱落，当那些源于过往创伤的恐惧能量被转化和释放，你会突然问自己一个全新的问题：如果不用再考虑生存，我真正想做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指向你的灵魂使命。托马斯曾是典型的工作狂，升职加薪是他唯一的人生 KPI。35岁那年，他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严重的高血压，不得不暂停工作，躺在病床上。他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我这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康复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高管职位，开了一家社区书店。虽然收入减少，但他每天和同频的人打交道，脸上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光彩。他说，以前觉得成功是爬到山顶，现在发现真正的自由是能够选择走哪一条路。这就是业力清除的终极标志。你不再被恐惧驱动着奔跑，而是被内在的热爱牵引着起舞。有缘人，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迫切知道如何彻底清偿因果业债？这里有3个实用方法可以尝试。如果你也想加速业力清除的过程，这里有3个实用方法可以尝试。第一个方法是给情绪伤口贴上标签，因为看见即是疗愈。准备一个情绪日记，当强烈情绪升起时，写下具体感受，是愤怒、委屈还是恐惧，记录下身体的反应，比如心跳加速或喉咙发紧。回忆一下这个感觉让你联想到的过去事件，比如小时候被批评时是否有类似的感受。关键不是分析，而是如实记录。这就像给一个看不见的幽灵拍了张照，当它清晰显形，它对你的掌控力就会大大削弱。第二个方法是做祖先疗愈，剪断家族能量的锁链，找一张家族照片，比如爷爷奶奶辈的，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眼睛，在心里对他们说，我看见你们的痛苦，也感谢你们的付出，但你们的创伤不是我的，我会带着爱，活出和你们不一样的人生。这个练习能帮助你在能量层面上区分开自己的情绪和所继承的情绪，从而减轻代际业力的负担。第3个方法是创造新的仪式，用行动改写潜意识。业力的本质是重复性的行为模式，而意识就是打破重复的利器。比如，每次想讨好别人时，做3次深呼吸，默念我不需要通过过度付出来获得爱。遇到挫折时，不再自责我真没用，而是摸着心口对自己说，没关系，我已经尽力了。神经可塑性的研究表明，持续21天的新行为就能开始形成新的神经回路。这意味着你正在生理层面上亲手改写自己的业力程序。当你开始注意到这些迹象，不必急于庆祝胜利，也不必因为偶尔退回旧模式而自责。疗愈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进3步，退2步，依然是在前进。荣格说，
你的任务不是去寻找爱，而只是去寻找并发现你内在那些阻碍爱进入的墙。业力就是这些由恐惧、羞耻、不配得感所铸成的墙，但当你勇敢地将它们推倒，你会发现墙的后面从来不是深渊，而是你本自拥有的那片无垠的自由。此刻请闭上眼睛，把手放在心口，问自己，如果我已经还清了所有的业力债务，接下来的人生我想怎么活？答案或许不会立刻浮现，但只要你开始问出这个问题，改变就已经在宇宙最深的层面发生了。因为业力的终极真相在于让你领悟，你从来不是命运的受害者，而是你自己神圣生命的唯一的创造者。而当那个创造者的身份在你内心真正苏醒时，你会发现疗愈的旅程将迎来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一个从终点通往无限新起点的门户。在这个门户之后，你所要做的不再是回头看，不再是清理和修复，而是向前看，去主动地创造和给予。在这里，你一定要为自己发一个愿，一个神圣而坚定的愿，愿你以后无论和谁相处，都要一念清净，利益他人。这就是整个疗愈之旅的点金石，是那最终的炼金术转债为愿。让我们来深入地理解这其中的奥秘。什么是债？在我们的语境里，债是一种由过往创伤所驱动的无意识的生命模式，它是一种内在的匮乏感，一种需要向外索取来填补内在空洞的惯性。当你活在债的模式里，你的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笔笔隐形的交易。你付出是为了换取认可你善良，是为了避免被抛弃你控制，是为了获得那份虚假的安全感。活在债里的人看似在与世界互动，实则始终在与自己童年的那个内在小孩对话，不断地试图从现在的每个人身上去索取过去未能得到的满足。这是一种沉重的、纠缠的、不断消耗的能量状态。而什么是愿？愿是一种在内在已经圆满之后向外流淌的有意识的生命选择。因为债是一味的索取，是控制别人，而愿是无我和付出。请注意，这种付出并非是疗愈初期那种带有牺牲感的委曲求全的讨好，那依然是债的变体。真正的愿之付出是一种像太阳发光，花朵散发芬芳般的自然流露。太阳发光不是为了得到谁的赞美，花朵芬芳不是为了换取谁的停留，它只是在单纯地做它自己，分享它的丰盛。当你发愿一念清净，利益他人时，奇迹便开始发生。一念清净意味着你与人互动时的那个起心动念不再夹杂着恐惧、期待和操控。你看着对方，就是纯粹的看着对方，而不是透过它看到能否满足你需求的工具。你聆听，就是纯粹的聆听，而不是在盘算着如何回应才能显得自己更高明。这份清静
来自于你内在已经有了那根定海神针，你不再需要从外界的任何反应中来确认自身的存在，而利益他人，则是这份内在圆满的自然结果。当你不再聚焦于我能得到什么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看见此刻对方需要什么。那可能是一句真诚的肯定，一个不带评判的倾听，一个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仅仅是一个充满善意和临在的眼神。你给予，是因为你的杯子已经满了，满得自然溢出，想要滋润身边的土壤，这给予本身就给你带来了最大的喜悦。当你从内心深处真切地发出了这样的愿，你的命运就开始了真正的反转。为什么？因为能量的法则就是如此。当你活在债中，你发出的永远是匮乏的频率，于是宇宙只会吸引来更多让你感到匮乏的人和事，让你陷入情感复印机的循环。而当你开始活在愿中，你发出的便是丰盛、慈悲与爱的频率，整个宇宙的能量场都会被这股新的震动所吸引，开始为你调动资源，将真正滋养你、与你同频的人与机会带到你的生命中。你不再需要拼命争取，一切都开始自然接收。所以从此刻起，请将疗愈的焦点从我还要清理什么转向我想要创造什么。在每一次与人互动之前，在每一次选择开口说话之前，在每一次将要做出行动之前，都先在内心轻轻地问自己，我的这个念头清净吗？我的这个行为是源于爱与分享吗？当你开始如此练习，你会发现你不再是那个在业力循环中疲于奔命的受害者，也不再是那个刚刚卸下重担茫然四过的幸存者。你成为了一个移动的光的源头，一个行走的祝福。你不再是那个偿还旧债的人，而是那个书写心愿的创造者。而你的世界也必将因你这个神圣的愿力而展现出你从未想象过的充满恩典与奇迹的全新样貌。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转债为愿，愿力大于业力。愿你以后无论和谁相处，都要一念清净，利益他人。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